第二种特殊情况呢，就是含有受控元的情况。与节点抵押法类似，对于含有受控元的情况呢，我们仍然是分成2步。第一步，我们把受控元当成独立元来处理。比如对这样一个电路，我们仍然选它的网孔作为一组独立回路。那么接下来列写它的回路电流方程应该是，对于回路 A，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自电阻应该是1加3 IA， 而和回路 B 的互电阻呢，应该是3，并且应该去复制，因为现在2个回路电流流过3欧姆的方向是相反的，所以是减去3倍的 IB。回路 A 和 C 没有公共支路，因此互电阻是0。等号右边是沿着回路方向的电压升，应该是2。再看回路 B， 它和回路1的互电阻也是-3，所以是-3 IA， 加上它的自电阻应该是3加2加1，所以应该是6乘以 IB。和回路 C 的互电阻呢，现在应该是1欧，并且也应该是取复制，所以是减 IC。那么等号右边是沿着回路方向所有电压源的电压升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受控电压源先暂时等同于独立电压源来看待，并且注意一下参考方向，因此应该是-3倍的 U2。再看回路 C， 它和回路 B 的互电阻应该是-1，所以是负的 IB。然后自电阻应该是1加2乘以 IC。等号右边是沿着回路方向的电压源的电压升，那这个地方应该是3倍的 U2。好了，现在3个方程里面出现了4个未知数。除了3个回路电流以外，还出现了一个控制量 U2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需要增加一个新的方程。那现在由于我是以回路电流为变量来列写方程，所以我要找的就应该是这个控制量与回路电流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U2 在什么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就是3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降。写出它和回路电流之间的关系呢，就应该是 U2 等于3倍的，注意参考方向应该是 IB 减去 IA。 我们把这个记作方程2，把方程2带到方程1里面去整理一下，就可以得到这个方程。现在大家注意一下，由于这个受控元的存在，最终我们得到的这个回路方程的系数矩阵不再是对称的了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，在不含有受控元的情况下，回路方程的系数矩阵是对称的。现在含有受控元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一般来讲不再对称。那么对这个方程求解，可以很快的把3个回路电流求出来。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得到每一条支路上的电流，因为我们前面说过，回路电流在电路中是不存在的，这是我们为了求解电路而假想出来的一个量。那最终的支路电流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些回路电流的线性组合来表示。比如在这个电路当中 ，I1 就应该等于 IA， 而 I2 呢，应该等于 IA 减 IB。I3 注意一下，现在只有 IB 流过它，所以就等于 IB， 而 I4 是等于 IB 减 IC，I5 则等于 IC。这样我们就把整个电路给求解出来了。最后我们把3种方法做一个对比，也就是支路电流法、回路电流法和节点电压法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各自需要的方程个数。现在我们都以含有 n 个节点和 b 条支路这样一个电路来讨论。对于这样一个电路，支路电流法需要 n 减1个 KCL 方程和 b 减 n 加1个 KVL 方程。
方程的总数就是 b， 也就等于它的支路数。而对于节点电压法，我们前面说过，在节点电压法当中 ，KVL 方程是自动满足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 KVL 方程，只需要 n 减1个 KCL 方程，因此它的方程的总个数就是 n 减1。而回路电流法是自动满足 KCL 方程的，因此我们无需列写 KCL 方程，只需要 b 减 n 加1个 KVL 方程，它的方程的总个数就是 b 减 n 加1。对每一种方程所需要的个数心中有数以后呢，我们在以后分析复杂电路的时候，就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，尽量的减少方程个数，使得我们的求解更加简便。第二，对于一个非平面电路来讲，我们选择独立节点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任意选定一个参考点以外，剩下的 n 减1个节点就是一组独立节点。但是呢，选择一组独立回路就显得比较困难一些，因此对于非平面电路，我们通常用节点电压法来进行求解。那无论是节点电压法还是回路电流法，实际上现在在我们的计算机仿真软件当中都得到了大量的应用。